大家好，我是韩博。我之前写过一篇笔记呢，讲的是弹钢琴弹给谁听。当我还在校园里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弹钢琴就是弹给老师、同学，或者说是评委、大师们来听的。但是当我真正的博士毕业了，走进社会以后，我才开始慢慢的感觉到，其实我们弹一场音乐会，不是弹给同行听的，我们是弹给所有的观众来听的。这里面就包括了音乐爱好者们，还有一些潜在的音乐爱好者们。我有一些不是学音乐的朋友，他们就会跟我说，我去听一场你的音乐会，我也不知道你在弹什么，就觉得弹挺快、挺热闹，好像挺好的。或者是他们会说，你要拉我去听一场纽约爱乐、费城爱乐的交响乐的这种音乐会，听完会觉得好像不明觉厉，但是没有觉得很有共鸣。你要问我下次会不会再自己掏钱来买这个票来看音乐会呢？也许不会。我就开始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思考，其实我们作为演奏者，我们事业的发展其实是跟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。如果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好，那我们每个人的事业也就会发展得更好。但如果我们这个行业不行了，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来听古典音乐了，他们觉得古典音乐很脱节，跟自己没有关系，也听不懂这是在干嘛，那我们就算赢过再多人，拿过再多奖，都显得毫无意义了。所以我开始深刻地感受到，其实我们每一个演奏者的身上都有这一层责任，这个责任就是去传播古典音乐。那么我觉得大家会觉得音乐比较抽象，是因为它不像电影或者是话剧，是一种视觉表演艺术。它也不像歌曲是有歌词，虽然音乐听起来很抽象，但它其实很简单，它就是表达我们最真实、最本能的一种感受。而且音乐很大程度上是和语言是相似的，比如说我们说话的时候，跟着我们的语气变化，语调也会变化。那音乐中也是一样的，跟着音乐中的语气变化，音调也会有变化。那我们今天就首先来聊一聊音乐中的语气。我们先来聊第一种语气，就是问句。那我们在问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的语调是往上的，速度是中速的。比如说我问你，你吃饭了吗？或者是，明天要下雨吗？那在音乐中也是一样的，在音乐中表示提问或者是疑问的语句都是往上走的，然后呢，它的速度也是中速的。比如说舒曼的这首曲子蝴蝶作品2，它的开头就是一个大的问号。通常后面还会跟着有回答。第二种语气呢是叹气。那我们在叹气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语调肯定是往下的，然后速度呢是中速偏慢的，就比如说那音乐中的叹气也是这样子的通常情况下来讲呢，会用一个2度，或者是我们说的更具体一些，大多数时间是小2度的下行来表达的。我们就拿一首非常著名的肖邦前奏曲 E 小调第4首来作为例子，它的右手呢就一直有这个叹气2度下行。第三种语气呢，我们来聊一聊感到孤独的时候的语气。那我们在感到孤独的时候，我们的语气通常是慢的、轻的，还有长的。那么在音乐中表达孤独的语气，它也不会是快的，句子也是长的，声音是轻柔的，音域很多时候是在高音。那我们就拿肖邦降 B 小调夜曲非常著名一首夜曲来做例子，它的旋律呢是在高音处，伴奏呢是在相隔了2个8度以外的低音处，所以就造成了旋律在高音处是非常空的，它的句子是很长的，声音是一种非常柔的触键，这些元素加在一起呢，就会让这个曲子听起来是非常孤独的。
第4种语气是快乐的语气。那我们在很高兴的时候，语速一定是快的，而且每个字是短的。比如说，哇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在音乐中呢，这种快乐的语气，它也是这样子的，它速度是较快的，音色是明亮的，有时候也会有很多跳音。那我们就来拿一首非常著名的莫扎特 C 大调奏鸣曲的第3乐章来做一个例子。我们可以听到啊，这个语速是快的，然后呢，左手还会有一些比较短的跳音。整个的气氛就会显得非常快乐，非常明亮。第5种语气是祈求的语气。那这种语气呢，它是微弱的，然后说话语速是慢的，情感是要溢出来的那种感觉，并且语调是向上的。比如说，求求你了，可以吗？音乐中这种祈求的语气呢，它也是慢的，然后语调是向上的，速度，尤其是在句尾的速度是会有一个渐慢的。在这里我们就用 Earl Wild 以格什温的艺术歌曲而改编成的练习曲里面的第1首的第1句来作为例子。我们可以听到它的语调是向上的，然后在句尾呢有一个小小的渐慢。第6种语气是坚定的语气。那我们在说话坚定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每个字是比较短，我们的速度呢是中速，不快不慢，要响亮清楚，声音是偏大的。比如说，我一定能做到。那么音乐中坚定的语气呢，它速度也是中速的，不会特别快，但也不会是慢的。声音呢是偏大，音色是稳固坚定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用布格缪勒作品100的第25首来做例子。那这些就是今天所有的分享了，以后我也会陆续的跟进，去更新更多这方面的视频。希望看完这个视频的你对古典音乐多了一层兴趣，以后也会更多的愿意去聆听古典音乐。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给我留言，拜拜。